击败回来，思绪可有平静些？帝家现在如此的落魄，能够为帝家平反的只剩我一人，这样我更要心无杂念，才能够复仇成功。你说的杂念，是指寒夜吧？是。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，说昨晚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酒后胡言。寒夜，我确实是为他动心了。可是我心里也很清楚，比起儿女情长，更加重要的是帝家的8万孤魂。所以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沉溺下去了。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我要做回我自己。子安，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在扮演任安乐的这些年，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最轻松、最自在。我去祭拜的时候，安宁也来了。安宁，你没露出破绽吧？安宁从前最是单纯率真，可是久别重逢，不知是怎么了，总感觉她好像有些敏感。此事我会去查，不过仅凭祭拜，他也难以联想到你的身份。还有一事，钟家灭门案和古云年有关。这阵子古云年表面低调，但暗地里却在搜寻一个叫做钟海的人。钟海，是他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一直找寻的帝家军幸存者。千月阁已经查明，他此前流落江南，又因水患走投无路，是钟家收留了他。他对钟家忠心耿耿，更可能是钟家灭门案唯一的证人。古云年想必正是因此要杀人灭口。钟海会成为我们扳倒古云年的关键。那我们一定要赶在古云年之前找到他。但若是他仍在江南，怕我们赶不及。眼下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太子殿下请。殿下，脸色不错，看起来身子都恢复了。小小风寒，有劳殿下挂念了。今早起来便无碍了。你在练字？我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了些诗词，殿下见笑了。他的字还和小时候一样。还记得你以前为侯府题字，闹出了风波，为此我还被陛下训斥过，你可还记得？那时我只有8岁，许多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殿下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跟承恩多待一会儿吗？你病体初愈，要好好歇息。殿下，殿下啊！你没事吧？
你看我写的，你帮我拿着。啊！子源，来，快让我看看。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殿下，我没事，想起来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殿下是不是心依任大人？若殿下觉得有负于任大人，将来可以迎他入太子府。你想多了。任安乐乃当朝重臣，国之柱石，我不会将他引入太子府。殿下，你可相信，10年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脾性，甚至连身上的伤疤都荡然无存。属下只知道，世事无常，人心莫测。你立刻派人去调查，岱山上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。殿下已经走远了。母亲，我刚才是不是露出什么破绽了？殿下的眼神刚才分明有意，是不是我不记得以前的事情，让他起疑了？谁能对10年前的事情记忆分毫不差呢？殿下会体谅你的。寒夜，能回来守约的人只有我。晋安侯戎马一生，可短短10年，却已无人记得。我怕我离开西北太久了，也会和他们一样，渐渐的遗忘。可是英雄，即便是死了，他们还是英雄。属下会跟将军一样，永远记住他们。只要我们不忘记，他们便不算真正的死去。你竟和安乐说了一样的话。你相信帝家没有叛国？他们是清白的吗？帝家若非忠义之士，又怎会让将军10年都念念不忘呢？蓝北，这10年，我的心就像压了一块巨石一样，没有人可以倾诉。没想到，你竟能理解我。将军的心事，随时可以跟我说。您先去歇息一会儿吧，整理文书的事情就交给属下来做。早上才见过，现在又把我叫过来。
你还越发记挂我了。找你过来是有重要的事。我知道啊，帝承恩的事。可是穆青传了什么消息？帝承恩在寒夜面前露出了破绽。你还记得当年你在归恩阁题字时发生了何事？我7岁那年在归元阁题字，不小心从书房上面摔了下来，当时在肩膀处受了不轻的伤，虽是请了宫中最好的御医，但还是留下1道半寸的疤。韩仲远狠狠地训斥了韩烨，为此韩烨还在侯府照顾了我整整10天。如此说来，应该是韩烨发现了帝承恩身上没有这道疤。 10年都过去了，再深的疤也会变淡，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太记得。没想到他还记得很清楚。就算他记得也无妨。你既已决定和他保持距离，只要不过分靠近，他断不会发现。不错，帝承恩那边也无需刻意弥补。现在让他多1道疤。 也不过是此地无银300两，引人注目罢了。殿下这样一直跟着我，可是因为舍不得。殿下既然都已经许下诺言，就不该反悔才是。那是自然。既然殿下送了我1本书，那我也应该回赠1本。 以表心意。小姐，买1本吗？就这本吧。喏。好。望殿下跟帝承恩如书中所说，可以姻缘美满，白头偕老。 冉安乐，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安乐不是什么故人，也不是别人。我很早就跟殿下说过，我只是天上地下只得一个的人安乐。我知道，许是因为我的故人如今太过陌生，所以才会常常生出错觉。 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我已经决定以后在殿下面前不再做这个庸人，而且太子妃之位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望殿下可以不要怀悼过去。相爷，进。相爷，帝小姐在门前放了一把红伞。哦，这浇灌多年的花儿，终于要盛开了。希望。 这帝家的后人没有让我失望。我听说公主刚回宫的时候，总被贵妃娘娘欺辱。可谁能想到，当年那个柔弱胆怯的小女孩，如今却变成了戍守边境的大将军。我母妃早亡。 幼年无人照拂，宫里人大多趋炎附势。贵妃横行霸道，却无人敢为我出头。直到贵妃娘娘，
安宁乃是大晋长公主，太后可罚，陛下可罚，你不能罚。你，安宁，我们走。是紫渊教会了我何为天助自助者。可上天却欠他一个公道。帝家宗祠，那些暗红带血的地砖，历经10年都未被清洗干净。帝家132口人，只剩紫渊一人了。是韩家毁了他的一生，是我对不住他。不过还好，他现在稳坐太子妃之位，也算是苦尽甘来。可我不明白的是，公主为何强烈反对他入宫？难道你是知道宫里有人要害他？宫中没有人要害他，是皇祖母不喜欢他。我是怕他进宫会被为难。帝家谋反，证据确凿，你身为韩氏的儿女，对他不怨恨，反倒深感怜悯。因为我相信金安侯的为人，他不会谋反。但人心叵测，金安侯作为帝室后人，当年不忿韩家独享万里江山，便私自调遣8万帝家军擅离荆南，又与北秦勾结，意欲谋反。你当时还小，怎会懂得天下的纷争？况且，你只见过他几面，又怎么确定他不会谋反？金安侯已死正清白，他为人光明磊落，又与陛下自幼交好，是断然不会擅自调兵的，除非……公主可知道，当年帝家8万将士是如何被坑杀的吗？巨石滚滚，万箭齐发，那些将士还来不及呼喊，变成了模糊的血肉。青南山下漫漫黄沙，千里之内全部都被染上了红色。你能想象那画面有多么的惨烈？够了，别说了。公主辗转难眠之时，耳边可会响起那首安魂曲，眼前可会浮现那8万将士被残杀的画面。我让你别说了。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下去吧。是。金安侯之所以调兵，是因为收到了一封与陛下字迹相仿的密信。那封信是谁寄的？公主，我相信你跟我一样，都不希望紫渊出事。可如今只有你能救他，还帝家一个清白。你是想让我站出来，将真相公之于众？是。洛明熙，我是大晋的公主。帝家8万将士的冤魂，你们韩家欠他们一个公道。难道你希望紫渊跟你的老奴两喜一半，不知何年何月，莫名其妙的就在宫中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？够了！我会保护他。公主，现在够了！冷北，宋柯，骆大人，将军累了，需要歇息，请您即刻离开。公主，刚才我说的话，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。只要你愿意，帝家8万将士的冤魂就会得以安息。
子元的下半生也会平安喜乐。告辞。这冬天冷的，就像帝家罹难那天，我想回西北了，畅快杀敌，战死疆场，总好过这里的人心叵测。殿下，殿下总教导我读书要专注，可自己坐在案桌前，心呢，好像都跑到安乐姐那儿去了吧？黄的，给我！殿下，您就不能遵循本心，好好活一次吗？快给我！给你。可惜啊，木已成舟，宫里除夕要办家宴，盛情邀请，帝承恩赴宴。太后娘娘，今年除夕夜的家宴名单定下来了。年年都是这些人，吩咐下去，让他们准备便是。太后娘娘，今年家宴，帝承恩也会出席。什么？这是陛下亲口定下的名单。皇帝？无论你如何谋划，哀家都可以配合。唯独这件事，你触碰了哀家的底线。韩家的家宴，绝不可以出现帝家人。这么晚了叫我来，什么事？属下想问问。殿下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？我已拿到情报，你的帝承恩说来怎么样了？帝承恩已有意向与我们结盟，只是要帮他坐稳太子妃之位，还需要殿下助力呀。说，明日的除夕宫宴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。这太子一意孤行，太后要对帝承恩赶尽杀绝了。可这宴会毕竟是在宫中，我们的人不好出手。但帝承恩不能出事，救自然不能由我们的人来救。既然公主不肯说出真相，那我们就逼她一把。这个消息让安宁知道。是。
穆青，是你吗？穆青。帝小姐，红伞主人有句话让我转达给您。水温刚刚好，穆青，多谢你了。我认为除夕宴还是不去为好。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心里有数。太后不喜欢你，此时邀你去，必定不是出于好心。太后的心思我比你清楚，不用你来提醒我。我要沐浴了。都看着吧，我就要成为太子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好，你做得很好。这把火烧的可真是时候，还是相爷英明。哼，五柳街的这把火对我而言那是雪中送炭，对他忠义侯而言那就是赤手握炭。哎，且看着吧，赫赫的侯府就要被这一把火给烧个精光了。相爷，还有一事。太子为救任安乐，也去了五柳街。任安乐，安乐有危险！大人，大人！什么？五柳街大火？谁干的？属下不知。侯爷，还有一件事。还有什么坏消息？你快说。太子也在五柳街。侯爷，谁？是谁要害我？侯爷，我们又着了别人的道，一次一次的算计我。殿下，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小姐，他受伤了，备车回太子府救御医，快！好，哎，韩爷，把他交给我。让开！韩爷，任大人乃朝廷命官，你的太子妃也已选定，众目睽睽与他纠缠不休，你可曾为他想过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你已经为我奋不顾身，不枉费我送你3万水石。殿下也累了，把我交给骆大人吧。殿下，宫宴已经开始了，你该进宫了。交给我吧，照顾好他，罗明信，放心。小姐，把钟海带回去。殿下，太后娘娘到！
后娘娘。平身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都安排好了。走吧。就让你再多喝几杯吧。见过母亲。快起来吧。听过今晚，我就是太子妃了。